心智模型7种识别和控制你的心智模型方式 Models of My Mind 7 ways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your mental models 是一本由安妮·戴克 Shani Duke 所著的心理学和决策科学领域的书籍。这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他们的心智模型，以便更明智地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以下是该书的主要重点。心智模型的概念。书中首先介绍了心智模型的概念。心智模型是人们在头脑中建立的一种思维框架，用于理解世界，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这些模型可以基于经验、信仰、文化和其他因素而不同，因此它们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7种识别心智模型的方法。书中提供了7种方法，帮助读者识别他们的心智模型。这些方法包括反思和自我观察，通过反思自己的思维和决策过程，识别其中的模式和偏见；与他人交流，与他人讨论和辩论观点，以暴露自己的模型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寻求反馈，积极寻求他人的反馈和建议，以改进自己的思维和决策；学习新知识，不断学习和积累新的信息和观点，以拓宽自己的思维范围；模拟思考，尝试以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模拟不同的心智模型；重构故事，重新构建自己对事实和事件的解释，以发现潜在的模型偏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并自己制定决策，而不是依赖他人的意见；控制心智模型。安妮·戴克强调了管理和控制心智模型的重要性。读者可以通过意识到自己的模型并采取主动步骤来改进他们的决策过程，这包括学会对模型进行修正、调整和灵活应对，以更好地适应变化的情况或新的信息。决策的改进。通过识别和控制心智模型，读者可以更好地做出决策，减少偏见和错误判断的可能性，这有助于提高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决策质量，包括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总之，安妮·戴克的心智模型提供了一种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心智模型如何影响他们的思维和决策，并提供了一系列方法来识别、管理和改进这些模型。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更好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心智模型，人们可以更明智地做出决策，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挑战。在心智模型7种识别和控制你的心智模型方式 Models of My Mind 7 ways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your mental models 中，心智模型是一个核心概念。安妮·戴克 Shani Duke 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解释。心智模型是指人们在大脑中构建的一种思维框架或认知模式，用于理解世界、解释信息、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这些模型基于个体的经验、知识、信仰、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塑造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以下是关于心智模型的更详细描述。个体差异。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认知过程来构建心智模型，这意味着即使面对相同的信息或情境，不同的人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抽象化和简化。心智模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复杂的信息和现实世界简化为更容易理解和处理的形式。这些简化的模型使人们能够有效地处理大量信息，但也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或遗漏。模式识别。
心智模型帮助人们识别和理解事物之间的模式和关联性，这有助于预测未来事件，并帮助做出决策。偏见和盲点。虽然心智模型在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它们也可能导致偏见和认知盲点，因为模型是基于个体的主观经验构建的，它们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固化性。一旦形成，心智模型可能会变得相对固化，难以改变。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持续坚守自己的模型，即使面临新的信息或证据。文化和社会影响。文化、社会背景和环境会在塑造心智模型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型，并影响决策和行为。总的来说，心智模型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它们在我们的思维和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自己的心智模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对于更明智地做出决策和理解他人的观点至关重要。这是安妮·戴克在她的书中提出并深入探讨的关键概念。心智模型。7种识别和控制你的心智模型方式 Models of My Mind. 7 ways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your mental models 中提供了7种方法，帮助读者识别他们的心智模型。以下是这些方法的详细描述。反思和自我观察。这是一种深入思考和观察自己思维和决策过程的方法。通过定期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你可以尝试识别模型中的模式和偏见。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练习，但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他人交流。与他人积极交流和辩论观点是另一种识别心智模型的方法。通过与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你可以暴露自己的模型，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这有助于辨认出你的模型中的盲点和局限性。寻求反馈。积极寻求他人的反馈和建议，特别是从那些你信任和尊重的人那里，他们可以提供有关你的思维和决策方式的宝贵见解，帮助你识别潜在的心智模型偏见。学习新知识。不断学习和积累新的信息和观点可以帮助你拓宽自己的思维范围。通过阅读、研究和探索新领域，你可以挑战和改进自己的模型，使其更为全面和准确。模拟思考。这是一种尝试以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可以设想自己是其他人或在不同的情境下思考问题，以帮助你了解不同的心智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这可以促使你更开放地考虑各种观点。重构故事。心智模型通常伴随着关于世界的故事或解释。通过重新审视这些故事，你可以识别模型中的潜在偏见和错误观点。重新构建故事有助于消除不准确或有害的认知模式。独立思考。尽管与他人交流和获取反馈非常重要，但独立思考也很关键。独立思考意味着你要自己制定决策，并依据你的分析和价值观，而不仅仅依赖他人的意见。这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模型并加以改进。通过这7种方法，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心智模型，识别其中的弱点和潜在的偏见，并采取措施来控制和改善这些模型。这有助于更明智地做出决策，理解他人的观点，并应对复杂的情况和挑战。安妮·戴克强调，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果，从而在各个生活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在心智模型。7种识别和控制你的心智模型方式
Models of My Mind. 7 Ways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Your Mental Models 中，安妮·戴克 Annie Duke 强调了控制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些方法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管理和改进他们的心智模型。以下是有关控制心智模型的详细描述。意识和识别。首要的一步是认识到你拥有心智模型并识别出它们，这需要自我反思和观察，以确定在你的思考和决策中起作用的模型。只有当你了解自己的模型时，才能采取控制措施。模型修正。一旦你识别了自己的心智模型，下一步就是考虑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修正。这可能包括消除不准确的信仰，挑战刻板印象，或者拓展模型以包容新信息。模型修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灵活性和开放性。信息获取和学习。积极寻求新的信息和知识，特别是与你的心智模型相关的领域。不断学习和更新你的知识可以帮助你改进模型，使其更为准确和全面。接受多样性。尊重和接受不同的观点和心智模型是控制自己的模型的关键。尝试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即使他们与你的模型相悖，可以帮助你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并减少偏见的影响。自我调整。不断的自我监控和调整是控制心智模型的关键。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模型可能导致错误决策或不合理的行为时，要有勇气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以更好地应对新情况。实验和模拟。尝试模拟不同的心智模型，考虑问题的多种角度。通过实验和模拟思考，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模型的优缺点，帮助你在决策时更具弹性。反馈机制。建立反馈机制，以便他人能够提供关于你的模型和决策的反馈。这可以来自朋友、家人、同事或专业人士。接受反馈并以积极的方式回应它，有助于你改进模型。自我坚持和纠正。最后，要记住，控制心智模型是一项持续的工作，不断坚持并纠正自己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或新信息。总之，控制心智模型是一个有助于更明智地做出决策，减少偏见和错误判断的关键过程。这需要自我意识、学习、适应和开放性。通过认识到自己的模型，修正它们并采取主动措施来改进，你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挑战，提高自己的决策质量。安妮·戴克的书籍为读者提供了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实用方法和策略。在心智模型，7种识别和控制你的心智模型方式 Models of My Mind. 7 Ways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Your Mental Models 中，安妮·戴克 Annie Duke 强调了通过改进心智模型来提高决策质量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决策的改进的详细描述。识别偏见。第一步是识别你的心智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偏见，这可能包括对信息的选择性关注、刻板印象、过度自信等。通过了解这些偏见，你可以更好地避免它们对决策的不良影响。多角度思考。改进决策的一个关键方法是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使用不同的心智模型或模拟不同的情景，以确保你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性。风险管理。考虑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对决策的影响。通过识别可能的风险并制定应对计划，你可以更好地准备面对不确定性，并降低决策的风险。数据驱动决策。借助数据和事实支持决策，
而不是依赖纯粹的直觉或情感。这包括对可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以便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主动学习，不断学习和积累新的知识和技能，以改进决策。这可以包括专业培训、自学和与专家合作。灵活性和适应性，要时刻保持灵活性，根据新的信息和情况调整决策，不要过于执着于一种模型或策略，而是随时准备适应变化。反思和反馈，定期回顾你的决策，并接受反馈，以了解哪些决策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这有助于不断改进你的心智模型和决策过程。自我管理情绪，情绪可以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学会管理情绪，避免情感偏见，以便更客观地做出决策。寻求建议，当面临复杂的决策时，不要犹豫寻求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可以帮助你获得新的观点和角度，有助于决策的改进。实验和创新，有时候采取不同的方法或尝试新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不要害怕尝试新的事物，但要在试验中保持谨慎。通过这些方法，你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决策质量，减少模型中的偏见和错误判断。这有助于在个人生活、职业和各种情境中更明智地做出决策，并取得更好的结果。决策的改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但它可以显著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和成功率。